当谈到埃及的首都开罗，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吉萨的大金字塔，还是那古老又神秘的尼罗河？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再朝九晚五的频道。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一个名叫圣西蒙洞穴教堂的地方。说到洞穴教堂，我们就不得不先谈一谈拉基城。拉基城它的正式名字称为曼西亚特纳塞尔，是埃及开罗一个独特而迷人的地方。这里是扎巴林社区的所在地。这个社区主要是由科普特基督教的埃及人组成，他们将废物管理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扎巴林在埃及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垃圾收集者，几十年来一直在收集、分类和回收开罗的垃圾。他们挨家挨户收集垃圾，用皮卡将垃圾运回曼斯亚特纳塞尔的家中。到达那里后，废物会被仔细分类，以获取可回收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回收了开罗高达90%的废物，这与许多西方城市较低的回收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社区尽管贫困，却充满了坚韧与希望。在这里，孩子们在废墟中嬉戏，妇女们耐心地分拣垃圾，男人们则驾驶着装满垃圾的卡车，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而在垃圾城的尽头，隐藏着一片静谧而神圣的地方——洞穴教堂。这座教堂是埃及最大、最宏伟的基督教堂，也是中东最大、最宏伟的基督教堂之一。它可容纳2万人。它完全由石头雕刻而成。教堂内的墙壁上布满了精美的宗教壁画和雕塑。走进教堂，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周围的喧嚣与忙碌瞬间被宁静与庄严所取代。教堂里的祈祷声回荡在岩石间，令人心生敬畏。在埃及，一个叫做开罗洞穴教堂。在我们参观开罗的另一家小的基督教堂的时候，我有了新的发现。那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指出，这是头块石头。这是头块石头吗？这使我想起了以前在大卫的诗篇118篇22节中所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以后我又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和彼得前书中反复读到这样的金句。当然，这里的头块石头不是被埋在地下的作为房角的奠基石，而是在屋顶上作为一个拱形屋顶的头块石头。但是这是非常有趣的建筑技术，因为在这个拱形的屋顶上面没有中央支撑梁的结构，所有的砖头都是叠加在第一块石头以上，逐步的向上延伸。这种叠层的技术是古代埃及文明的又一个很好的见证。以后有人告诉我说，大卫在旧约中所说的头块石头，以及后面新约中这些章节中所提到的头块石头，乃是预表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这边的穆斯林的那部分。So this area before was the palm trees farm. You will see lots of palm trees. All this area was full of palm trees. There is a cemetery behind the palm trees. If you see it. 据说，埃及自称自己是穆斯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0%。我想，开罗作为埃及的首都，大概也是这个趋势吧。凭着好奇，我爬上了在市里面一座高楼，这里是我所拍到的这些穆斯林社区的景象。怎么样？这些和航拍的也有的一拼吧。另外也给大家出个题目：为什么这些建筑很多都没有盖顶呢？到了埃及的首都开罗，不拍尼罗河是说不过去的。尼罗河几千年来一直是开罗和埃及的命脉。古埃及人依靠河流进行农业、运输和贸易。尼罗河每年的洪水沉积了营养丰富的淤泥，使土地肥沃，非常适合耕种。位于开罗狮身人面像附近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也被称为大金字塔，是古埃及的3座大金字塔之一。YouTube 上面所拍的视频太多了，我在这儿就不再重复了。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它的内部结构。它的内部结构主要包括有入口通道、下降通道、上升通道、大画廊、女王密室、国王墓室、缓解室和地下密室。坟墓或者国王的墓室位于金字塔的中间。去参观金字塔的内部，票价不便宜不说，里面是又低又窄又热，所以不建议进去。但有一个所谓的幻影师的故事，说出来给大家听听。20世纪80年代末，有让皮埃尔·乌丹领导的法国建筑师和埃及古物学家团队提出了一种理论。他们认为大金字塔内可能存在着一个隐蔽的密室。根据这一理论，金字塔是使用内部螺旋坡道建成的。这种建造方式的残余物可能隐藏在结构内。运用包括缪子线照相在内的现代技术，研究人员最近在大画廊的上面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穴。这个至少30米长的空穴引发了人们对其用途和内容的猜测。一些人认为它可能是一个隐藏的房间，或者施工过程当中的残留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可能是在金字塔的设计中具有象征性和功能性的作用。这个空穴的发现给大金字塔增添了一层新的神秘面纱。研究人员正在继续对其进行调查，希望能解开这个古老奇迹的更多秘密。刚才还是一个艳阳天，这一会儿就下起雨来。开罗的降雨对当地人来说有点喜忧参半。一方面，在这干旱地区，下雨是一件罕见而受欢迎的事情，它可以带来欢乐和轻松的感觉，特别是对于农民和那些喜欢凉爽天气的人来说。然而，开罗的基础设施不足以应付暴雨，这不，街道已经变成河流了。开罗的旅行也让我有这种喜忧参半的感觉。一方面，我为埃及的古老文明而惊叹，而另一方面，
我也为埃及的现代文明而感到忧伤。好，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